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毅高空坠落引行业震动，影视安全警钟为谁而鸣？2025年8月4日清晨，横店影视城的天空刚泛起鱼肚白，某古装剧拍摄现场却突然响起刺耳的金属摩擦声。正在空中完成威亚动作的诚毅突然失去平衡，重重摔在水泥台阶上。这段时长不足3秒的视频在网络上疯转，评论区很快被心疼求剧组给说法的留言淹没。这起看似偶然的拍摄事故，却撕开了中国影视行业深藏多年的安全隐忧。诚毅这个名字对普通观众来说并不陌生。从2025年《楚乔传》里意气风发的燕洵，到近年《莲花楼》中隐忍坚韧的李莲花，这个2025年出生的演员用15年时间完成了从群演到一线明星的蜕变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他每部戏的威亚戏份平均超过80场，最夸张时连续吊威亚18小时不休息。正是这种拼命三郎的工作态度，让他在赴山海剧组意外坠落时格外牵动观众的心。事故发生后第3天，剧组终于发布官方声明。声明显示，诚毅从约8米高空坠落时，威亚制动系统突然失效，导致他直接砸在未铺设防护垫的台阶上。虽然医院检查显示只是软组织挫伤，但这个结果已经让公众哗然。有武术指导在社交媒体算了一笔账，按照行业标准，8米高空坠落至少需要3厘米厚度的缓冲垫，而涉事台阶的混凝土硬度堪比水泥地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并非孤立。中国影视安全协会2025年数据显示，近5年全国影视拍摄现场共发生威亚事故27起，其中2025年就占9起。这些事故中，超过60%与设备老化有关。就像北京电影学院特技系王教授说的，很多剧组把钱花在明星片酬和特效制作上，唯独舍不得更新安全设备。这种现象在中小成本剧组尤为突出，有些威亚设备甚至服役超过10年。诚毅的意外受伤引发连锁反应。事故视频在抖音平台获得超2亿次播放，相关话题连续3天占据热搜榜首。网友追光者留言：“我们追的不是明星，是拿命换作品的演员。”这种情绪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。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，威亚防护设备搜索量3天暴涨15倍，多家厂商连夜推出明星同款防护套装。面对舆论压力，国家广电总局在8月4日紧急召开安全会议。会议通报显示，全国85%的影视基地存在安全隐患，其中威亚设备超期服役问题最突出。会后出台的影视拍摄安全操作规范明确规定，所有威亚设备必须每季度第三方检测，高空作业必须铺设双层缓冲垫。这些新规让业内人士拍手称快，但也有人担心执行难度，毕竟每套检测设备要价近20万元，对中小剧组来说负担不小。在这场安全风暴中，诚毅本人的态度值得玩味。养伤期间，他不仅婉拒所有慰问，还悄悄向中国影视安全基金会捐款200万元。工作人员透露，他现在每天都要花2小时研究威亚图纸，剧组流传着他手写的威亚安全10问，从钢索承重到天气影响面面俱到。这种转变让粉丝既感动又心疼，程老师终于不用再拿命冒险了。双引号，事故带来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。横店影视城从8月起全面升级威亚系统。新安装的智能感应装置能实时监测钢索磨损度，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自动锁停。有剧组尝试引入无人机辅助拍摄，成功将高空威亚戏份的拍摄风险降低70%。
更让人惊喜的是，2025后演员群体开始自发组织安全培训。新生代偶像张婧仪在采访中说：“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，绝不能再让前辈的悲剧重演。”双引号。不过隐患依然存在。记者暗访发现，某些偏远影视基地仍在使用三无产品，用普通麻绳替代航空钢丝，拿汽车轮胎当缓冲装置。有场务私下抱怨，说白了还是钱的问题。有些投资人宁愿给主演买100万保险，也不愿升级安全设备。这种现象暴露出行业深层次的矛盾。在流量至上的今天，安全到底该摆什么位置？诚毅的遭遇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中国影视行业的两面性。一方面，我们看到《流浪地球》系列用2000个特效镜头打造视觉奇观；另一方面，仍有剧组在用30年前的土办法完成高空动作。这种反差在2024年春节档达到顶峰。当热辣滚烫用 AI 换脸技术创造票房奇迹时，某古装剧却因威亚故障导致群众演员骨折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改变正在发生。中国影视产业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，2025年第3季度影视安全投入同比增加43%，其中智能防护设备采购量增长最快。在杭州某影视基地，机器人已经开始替代人工完成高危威亚作业。基地负责人算过一笔账，虽然机器人每天的租金要8000块，但相比演员受伤带来的损失，这笔钱花得值。双引号。站在2025年的门槛回望，诚毅的这次意外已超越个人范畴，成为推动行业变革的契机。就像他在康复期间接受采访时说的，演员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总得有人走下去。如今再看横店那些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新型威亚设备，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科技的进步，更是整个行业对生命的敬畏。毕竟，没有安全保障的影视梦，终究是空中楼阁。